好了，那么今天小狼给大伙儿带来一个超级玛丽的双人版的道具搜集。之前呢，咱们做过双人版的速通啊，这次道具搜集呢也是必须的啊。所谓的道具搜集呢，就基本上就是能吃的蘑菇和花什么的必须吃，包括这个五角星。金币呢倒不是主要的，因为金币呢只是一个可以专门收集金币的这个玩法。之前小狼也是做过。那这一次呢，咱们双人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啊，搜集道具基本上就是两个啊，一个是马里奥啊，一个是马里奥他兄弟啊，绿里奥。这个头上有点绿啊，这个大家伙儿都知道啊，一个叫马里奥，一个叫路易，是吧？啊，这两个人长得都一样啊，只不过一个有点绿啊，一个是红的，一个是绿的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啊。当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帽子呢，其实不是绿的啊，帽子是白的啊，这一点就无所谓了。可以看到呢，刚才这个道具有星，然后有花。一会儿呢，上面呢还会有一个加人魔啊，这基本上都是要吃到的。所以说呢，有很多地方大伙儿知道就好了啊。这个 TAS 表演呢也是非常快，除了吃这个东西之外呢，咱们也是要搜集所有的道具，也就是说最好是最多的一个道具啊。这样的话呢就不用多说了。接下来呢，你可以看到。咱们打的话肯定是要全关搜集，也就是说从第1关、第2关、第3关打到第8关，而不是说那种跳关的玩法。也就是说一共是32小关的这么一个玩法。好了，可以看到金币的话呢，咱们没有必要多吃。然后像这个花呢是一定要吃的。TAS 表演的话，你可以看到啊，他把花刚撞出来，然后人跳上去就可以吃到这个花。其实这就是基本上卡针的这么一个效果。可以看到这地方秀了一下穿墙，秀了一个穿透。然后这边呢过图之后呢，咱们这边的马里奥啊是卡在了国旗这儿。现在有很多种玩法啊，有卡国旗，有那个越过国旗的玩法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通关方式。好了，可以看到，再来。很多人说小狼这个，我看他们都这各种开无敌啊，你还说什么东西？其实啊，这个很多就是你第一你不了解 TAS 玩法，第二呢你不知道咱们这个游戏里面有很多小的技巧啊，什么包括各种有一种特定条件产生一种无敌的判定。而大家伙呢，如果说你要非得说杠精啊，说这个小狼，你说你做这个作弊开无敌有什么意思？其实啊，说句实在话啊，在这个首先呢，我已经讲清楚了啊，如果说你非要降，你说它是无敌，好，你现在你可以开一个无敌，然后你试一试你能不能玩成这个样子啊？没有必要啊！真正懂得这个 TAS 或者是 TAP 的这个玩法啊，就是它每一个效果都不一样。好了，可以看到这边由于两个人呢互相可以拖屏幕啊，所以说有很多地方呢，你走得快呢，你就吃那个咱们的道具，然后呢我走得慢呢，我不吃，我走得比你快点，我再交替回来。所以说呢，整体来讲呢也是速通，速度是非常快的。这种效果啊非常的狠。而且呢，在操作方面上呢，你们也可以看啊，这个底下呢，咱们是有这个操作的这个方向的提示，有提示呢，咱们就可以根据你如果说啊，假设把它的这个键盘记录呢，这个弄到这里面来的话，它也一样是没有问题的。你比如说你现在呢，把咱们的这个 TAS 的这个录像文件装到你的模拟器上，然后播放一下，它也是可以通关到时候你就知道开不开无敌了啊。好了，可以看到现在这边呢是一直在走水关啊。正常来讲呢，水关呢其实也是挺慢的一个速度。它地图呢虽然说很短，但是呢你走起来，由于咱们必须要游，你不能跳。你跳的话呢就是往上飘所以说这个就稍微的慢一点。而这个全站通关啊，这个玩法呢也不是这个一次两次了，包括咱们做单人版本也有这个搜集道具啊。同时呢，咱们还有一种玩法呢，叫做全程走路。大伙儿知道全程走不用加速键，这个就也有一定的这个难度，但是观赏程度啊稍微的差了一点点啊，这个大伙儿知道的就好。好了，可以看到这一关呢，基本上就是一路往前飘，好像没有什么道具搜集。好了，这个地方利用一个可以踩踏的这个鱼，然后卡住了这个底下的墙角。基本上你看啊，刚才咱们有个小技巧，用那个乌龟来卡这个鱼呢，它也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所以说也一样。可以看到刚才又是吃了一个咱们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啊？叫小花啊，一个小花是1000分。好的，跳过来。这个库巴啊，就每次死的都非常惨。之前我做的那个恶魔城版本的马里奥啊，这个库巴呢确实是非常的肉，咱们扔了多少锤才扔死？你也看到这里面的库巴呢，就是几下就打死了，而且咱们离得近的话还能连发，所以说非常的屌。好
好的，直接从这里呢直接下去。那看来这里面也是有道具收藏，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是有一个花。如果啊咱们做道具收藏的话呢，是肯定啊是要把所有的花、蘑菇还有咱们的这个五角星啊都吃到。刚才呢也是撞出了咱们的这个一个藤蔓，传说中的开心消消乐啊。好了，又是利用采这个龟壳，然后形成了一个通关的这个技巧。这里面呢，咱们看得很清楚，大家伙知道啊，就是说，如果说呢，他们下层，然后或者说是通天，那是有通天的玩法。这个通天的话呢，上面呢应该是没有什么道具啊，只是为了让你吃金币啊，让你包括也有这个速通玩法，最开始那么玩的。好了，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上拖一下，好了，直接拖成了穿墙，这个是入地啊。你像咱们玩那个拳皇97里面呢是有那种八神啊，比如说八神有上天入地玩法。上天呢就是卡出浮空啊，浮空就是上天；入地呢就是他这个人呢落到了这个地平面以下啊，感觉极为不和谐。像刚才这个入地呢，就是利用咱们的这个小龟壳的技巧啊，就是形成了这么一个小 bug。这个 bug 呢，你也可以看到啊，不仅能够入地，而且呢，你这上半身还可以穿墙，基本上可以穿到那个三角。好了，又是利用一个咱们的一个就是这个下降的铁轨。他在马上下降的时候呢，跳到这个粘墙的位置上，一个穿墙。这个技巧呢，有点类似于像咱们那个第二关那个结束之后的那个穿透墙壁的那个通关。你穿透墙壁的话呢，就可以通过一种小蹲跳啊，用小蹲跳呢是穿透墙壁，然后进入到穿越关的这个效果。已经打了3点、4点、5点，一共5下就可以把这个库巴直接给库死，就盘他就完了啊，直接就给我盘他啊。好了，看看又是蘑菇小公主，每次就是啊 ，sorry 马里奥啊，就是thank you 啊 ，but 啊，我不是公主啊，我不是主公。来看看这一关呢，一上来就是有这个小云，这个云彩上面呢有个小黄人，大家我看一下那个云彩啊，你现在看绝对是小黄人，那这不用想。好的，吃到这个道具之后，咱们还要再进入到这个管道当中，可以看到啊，你看这地方又是有一个花，就说白了又是有一个蘑菇。所以说咱们这个看得很清楚啊，就是有很多技巧呢，就是既来之则安之。你要知道啊，咱们必须要这个严谨。既然做全道具，那么就肯定是把这个地图摸透了，哪个地方有花就一定要吃。吃完了之后呢，哎，你像刚才卡住了一个身位，这个效果呢，就有点像《三国战记》里面咱们去吃那个在火烧连营那一关有一个大鸡腿，咱们卡住这个小树林那个位置上，然后呢进那个大鸡腿那个位置上吃一个鸡腿，然后再进入小树林出来之后呢，那个鸡腿还有啊，这个特别烂。好了，这地方又是一个小穿墙，然后吃小这个五角星道具。好的，又是一个小花，包括刚才的咱们的那个升天藤蔓啊，也是撞出来，又是一个花。好了，马上进入到咱们的水管当中。这个超级水管工啊，有的时候你们发没发现啊，这个水管工马里奥啊，有点像不像那个拆蜈蚣？多多少少有点像，只不过拆蜈蚣偏瘦一点。好了，这地方还放出了一个炮啊，也就是剩余1秒的意思，放了一个炮。剩余6秒和3秒呢，分别是6炮和3个炮。好了，这边卡出一个位置，是一个花。这2个人啊，你可以看到啊，真的是，如果现实当中啊，谁能玩的这么溜啊，那真的，那开直播那肯定是爆炸的，不用想。好了，4杠第3关，这个速度很快啊，一关的话呢，咱们一共30多关，一关它基本上是1分钟不到啊，就是你想想啊，如果是32关的话，一关那一关1分钟的话，也得是32分钟，但是咱们整个这个视频才18分钟，就是你可以看到一关是半分钟多一点。好了，又是穿墙。这个技巧大伙儿在我上一个视频也是看到了。好了，在跳的时候呢，有一个转身反体身位，直接打死，然后吃钥匙。感觉这2个人疯了啊！这2个人感觉他不是开挂，他也不是说怎么样，就感觉这2个人是无敌的啊，有点不要逼脸了，有点。好了，当当当当当当。好了，看看再怎么个情况。五角星，有五角星都无所谓啊，要不要五角星也是无敌的。咱们可以看到这边又是卡出一个位置，然后吃了一个加人蘑菇。利用穿墙管，你想想啊，为什么一定要利用这个穿墙管呢？
如果不利用这个穿墙管的话，你要知道啊，就是咱们还要再跳出去，然后再颠回来，这样的话肯定是要浪费一定的时间，而且不华丽。这个 bug 啊，就是咱们就是游戏建模的问题。你像这个咱们这个游戏建模，最开始呢，咱们都知道啊，建模的游戏是那个淘金者，比较好做。后来呢，咱们发现啊，但凡这种可以改图的这种，包括什么啊超级玛丽啊，什么魂斗罗啊，什么包括恶魔城，你随便啊把这个模型叫过来，包括游戏的方式，它这个比如说咱们这个障碍物呢，它其实中间啊这个，你像有的人就说啊，它是不是有缝隙啊？这个游戏它并没有像现实中这么严谨，对吧？你没有这么严谨。你比如说，那你说你像现在咱们这个墙，咱们住房子这个墙哈，比如说像东北冬天非常冷，这个墙呢无论多厚，天气一冷它透风。那你什么感觉啊？冷空气会透进来，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啊，就很好理解。来采一个蘑菇，然后利用这个蘑菇呢，又是卡出了一个穿墙，卡出一个入地。要是正常来讲啊，大伙儿就看得出来啊，就是说它不是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看起来好像不可能，其实就是可能的啊。当然呢，尤其是在虚拟的这个程序里面呢，那 bug 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好了，可以看到第5关的第4关。感觉这个火球都快烫着眉毛了啊！啥也不考虑呀，就是跑啊！但是一共是7个蘑菇公主，然后再加上一个真公主。那个真的公主长得是真磕碜啊，长得有点像那种，就是有点像韩国那个美女啊，没整过容。那种没整过容的美女就相当于就是像明显扎人堆里，感觉就好像一般人似的啊，看不出来。好的，加人蘑菇。这跳的时候反蹲反跳是真赖啊！跳的时候呢，还是一个蹲坑的姿势，非常的猥琐啊，这个姿势。好，来看看现在，马上是第6关的第2关，速度呢，咱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地方都是那个时间去加分嘛。咱们这除了金币可以奖命之外呢，还有一个分数，有马里奥和路易，你看上面有20多万的分数。这个分数呢，它要计算你通关时间，然后加分。你这个加分的话就难受了，对不对啊？你有加分的话呢，它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通关时间很快，但是你最后结算的时候很慢。有很多游戏有这个通病。哎，你说大家伙儿有没有这个想法？就是说，打摊分的玩法。打摊分的话，这个加分啊，因为这个道具搜集应该就是加分的，而且这个时间还快，就是通关时间加道具搜集，你道具搜集一个花是1000分，但是咱们这个分数啊也都是20多万啊，这个时间这个分数也是非常多，然后金币也要吃，如果要是连金币也算上，那么就要考虑到到底是道具合适还是金币合适，毕竟金币加分也是咔咔的啊，所以说呢，那一个花无非也就100分啊。来看看。这个每一关它的建筑风格不一样，这个建筑有点像太假了啊，城墙都是灰到透明。你像这个墙，大家伙能理解，大青砖，那刚才那个纯扯。好的，这个走的可以看到没有大家伙看起来那么变态吧？基本上都是卡的正位。这个位置呢，大家伙看得很清楚，绝对就是你说不到作弊，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碰到。有的是真碰到了，然后他没死，那个就是游戏的 bug 技巧。无论什么游戏啊，既然做 task 了，他再给你开挂，那我感觉呢，他就不用把这个视频放出来了。那放出来的话，就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对不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到目前为止呢，你也可以看到啊，就包括恐龙快打，咱们的这个task 作品呢是16分钟多，不到17分钟。那个作品没出来之前呢，咱们人形 task 呢，咱们这个大神啊，也就是 GD 大神打出18分钟多。人们很多人会认为，就是你开挂，就算给你挂，哪怕你是秒杀挂，可能你都打的没有他快，打的没有18分钟，可是人就能打。所以说这个后来根据他的打法呢 ，task 呢也是改进了一下，最终呢是出了16分钟多啊。那恐龙快打16分钟多通关，那你想都不敢想啊，这个游戏啊，对不对？包括三国战记，前一阵咱们做三国战记，速通居然达到了23分钟左右，我去！人脑是最多是3啊，人脑真的是进到了28分钟多，而23分钟整少了5分钟，那绝对是在开玩笑啊！那人脑是肯定打不出来了。但是所以说，你像速通的话，像三国战记呢，它
它的判定点呢非常的严谨啊，它毕竟不是一个低端的这么一个平台的游戏，它是街机平台游戏，它比这 FC 要高出了很多的这个设定，所以说那个游戏呢你看出来不是作弊，你觉得很正常啊，你只能说是好厉害。但这个呢，你就说是作弊，那多多少少有点欺负老实人是吧？好了，7-2，基本上就是过图的时候啊，这个 time 要浪费个5-7秒钟，然后再加上读图啊，比如说 Word 7-3，然后你还有多少人，他还有多少人这种。好了，看看。正常来讲呢，搜集道具的话呢，咱们也可以看到啊，正常的很多 TAS 的玩家呢，他们也是很苦逼的啊。做一个视频，除了要把这个系统研究明白啊，要研究bug技巧啊，还要呢把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隐藏因素、隐藏道具，包括这个很多这个怪物它的特性啊，都研究清清楚楚，怎么打它疼，怎么打它血多，都研究明白了之后，才开始玩。然后呢，重录。有的优质的视频可能会重录上万次或者是10几万次。你像那个做那个金币搜集的，刚才有一个小帽顶穿透，有做金币搜集的那个啊，特别有意思。金币搜集的那个就是全金币搜集，然后他是录了4万多次。我记得更狠的有一个视频是录了10万零多少次啊！本身这个游戏就嘚儿。甚至呢，现在还有做那个求生之路，求生之路是主机游戏当中求生之路2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一个游戏啊，它不仅是可以团队配合，也可以对抗。那个游戏呢，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做这个跑酷啊，也是做这个4人合作的 TAS 啊，孤胆模式等等。像那个呢，你会觉得啊，它也不假，因为实打实的每一枪每一针你都躲得过去啊。所以说 TAS 做 TAS 呢。反正累就是累了点，是一件非常苦逼的这么一件差事啊，所以说非常的辛苦啊。来看看，基本上这一关大家伙都比较熟悉了啊。第8关的第1关呢是这个游戏当中最长的地图啊，就是第1关里面没有几个比它再长的啊，不是没有几个，就是没有，非常的长，每一关都非常长，而且最后一关还是带那个什么，最后一关还是带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对，最后一关带迷宫啊，想了半天想不出来啊，带迷宫的话就太嘚了啊。来看看，哎呦，这个大弹力球，可以看到直接把这个马里奥当成弹力球弹上去了。有的时候这个设定挺有意思的，很多人都玩不明白这个弹簧这个东西，因为在弹簧弹的一瞬间，你再按跳的话是有一个超级跳的加成，这个就是要掌握好，你要掌握不好的话就变嘚儿。好了，我操，好能秀啊！这两个人利用一个炮弹就秀成这个样子啊，也是太欺负老实人了啊！好了，看看这边马上8-3，前3关都差不多，然后在最后一关的时候呢，咱们的迷宫关啊，有的时候就进水管，然后可能还有这个水关的节奏的感觉，是不是啊？这个好多人有这个幻觉，感觉好像自己小时候玩的游戏跟现在咱们看到的游戏不一样。咱们可以看到利用一个龟壳，两个人无限踩，非常惨的龟壳。刚才咱们的那个帽顶顶那个砖块的这个加金币的分数呢，也是在右边啊体现出来了，也是一个显示的这么一个错误。两个人都是63个金币，分数都是36万左右，可见两个人分配的非常均匀啊。这个亲兄弟明算账啊，这绝对是整的非常好，顶多就是一点车马费。好了，进入到下水道当中。然后这个地方是一定要下去的啊，这也是可以利用咱们的粘墙跳啊，跳上来之后过图，然后直接再下图，然后马上变音乐。这是最后一关啊，你要知道，最后一关呢就是有这么个设定啊，还要再让你走一个水关。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很多人说他怎么啊，这无敌的，变态的，无敌的。这个呢，就是利用一个小下蹲，他在这一帧的下蹲，然后直接躲过去了这个小火球，然后呢，马上就没有问题，看起来好像是跟愣是穿透一样。好了，最终可以看到马里奥就够矮够矬了，这个公主更矮更矬，最终呢是救了公主，成就了大事。但是两个人呢，怎么分配公主我就不知道了啊。好了，那么今天的视频也是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小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同时在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当中搜索小狼解说，添加关注。在这里呢，小狼也是给大伙抱拳了。那么咱们下期再见。